這是一條用元寶開道的小巷子，整條路中間高兩邊低，裡面就是中國晚清的紅頂商人胡雪岩的家。傳說他們家是耗資300萬兩白銀打造了一座江南第一豪宅。據說裡面呢還有一座金絲楠木大廳，一根柱子就可以在北京換一套大別墅。他們家的長廊比當时故宮的牆還要高，足足有9米。院子裡面各種雕塑都是價值不菲。那裡面到底豪華到怎樣的程度呢？現在就跟隨我的鏡頭進去一探究竟。走到巷子的另一邊，我們停下來看看，這就是古徽州人的拐彎抹角，上不讓天，下不讓地，中間讓的是一团和氣。拐彎抹角的成語就是由此而來。這裡寫着胡雪岩舊居，為什麼不是故居呢？因為胡雪岩不是在這裡出生，也不是在這裡去世，所以叫舊居。走到小巷子的另一邊就來到了胡雪岩家的家门口了。大家一看可能會覺得這個大門好像沒有那麼氣派，這就是古代徽派建築的風格。它是門外低調，內部奢華，也表現了主人家謙遜的性格。這座房子的布局還是非常特別是要先進入一個小門廳，然後拐個彎進來之後才是一個大廳。估計是出於風水方面的考慮，讓歪風邪氣不能夠直接進入到家裡。一進來之後看到的這個地方就是胡雪岩家的停車場了。古代沒有汽車，所以停放的就是轎子。看看左右兩邊的空間足足能夠停放8台轎子。來看這裡有2台轎子，造型不太一樣，一台是下轎，一台是東轎。下轎的窗是比較大，東轎的窗是比較小。當然，古代的轎子沒有這麼簡單，在上面應該還有各種絲綢帳幔，根據身份地位的不同有綠頂、紅頂，還有黑頂的等等。大家仔細看一下，這個轎子是8台大轎，因為胡雪岩他是2品官嘛，所以說這個轎子的等級也是比較高。就這個轎廳的面積就高達218平方米，很多人的家都沒有這麼大。抬頭往上看，中間有一塊牌匾，分量特別重，4個字：免善成容。誰題寫的呢？是同治皇帝寫的。為什麼皇帝要給他題字呢？原因就是在1873年，左宗棠前往新疆去征討阿古柏，而胡雪岩就在上海、杭州等地設立了專門的機構，為左宗棠的軍隊採購軍火、糧食、藥材和帳篷等物資，使得中國的新疆地區最終沒有被分裂出去。就是這個功勞足以標榜史冊。但是收復新疆是需要大量軍費的，需要多少銀子呢？1870萬兩白銀。但是晚清的清政府國庫虧空，就想着跟洋人借錢，結果因為清政府的信用等級太低，借不到，最後還是通過胡雪岩給洋人做擔保，才借到了錢。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據說他吃的回扣就高達15%，也就是488萬兩白銀。我們再來仔細看看這塊牌匾，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善字是少了2個點？如果說是普通人寫的，就叫錯別字；皇帝寫的，這叫有內涵，意思是善事是做不完的。希望胡雪岩家族能夠把善事當做一件光榮的事情，一直傳承下去。從轎廳進來之後還有一道大門。來看一下這個門把手它是一個拳頭，圈就是代表權，拳頭握着拳就是手握大權。它還有另外一個作用，就是可以當做門鈴使用。繼續往前走，就來到了中軸線上的第3進院落，它的名字叫百獅樓。顧名思義，就是上面雕刻着大大小小100個獅子。據說原來獅子的眼睛都是用黃金打造的，現在肯定不是，但雕工依然很精美。那麼這座百獅樓就是他的母親和他的大太太居住的地方。在這裡有一副對聯，非常值得一看：翠翠紅紅，處處鶯鶯燕燕，風風雨雨，年年暮暮朝朝。這座百獅樓也是他們家的正廳，建築材料是用了花梨木，還有菠蘿葛，而上面的小獅子用的是紫檀木。在百獅樓這個院落裡是擺放着2個大銅缸，那麼這個是用於消防的，萬一起火了就可以舀水來潑。水從哪裡來呢？從天上來。看到旁邊的管道了嗎？就是收集雨水用的。屋檐底下都安裝有凹槽，下雨的時候就會順着管道流進缸裡。要知道在清朝我們中國可沒有這樣的管道哦，這都是從英國進口的銅管。
原本在百事樓的旁邊呢，就是他們家的大廚房了，可惜現在參觀不了，就直接進入他們家的東花園來看看。這裡是一條長廊，他們家的地勢呢也是中間高兩邊低。來看一下這裡的地勢啊，是往這邊傾斜，然後椅子呢是平行的，所以說這邊高，然後這邊呢要低一點。走過長廊之後呢，往這邊轉，這裡有個牌子寫着榮東苑，顧名思義就是在冬天的時候啊，能夠暖暖融融棲息的地方。在這個院落裡面呢，可謂是細節滿滿啊，有南方小故宮的美譽。來看窗上的玻璃是藍色的，在清朝很多人家還在用桃花紙來做窗戶，而胡雪岩家已經從法國進口玻璃了，據說這個玻璃價格非常高昂，百年不沾灰，摸一摸非常光滑。來看一下窗底下的部件，在中國古代的建築當中呢，很多都是採用榫卯結構嘛，而胡雪岩家呢卻用了很多德國進口的黃銅零部件，非常精緻。這是他們家的平面圖，剛剛啊我們就是從這裡進來，然後這邊呢是教廳，這是百事樓，現在我們的位置呢大概是在這一邊。看完了榮東苑之後啊，我們就來到了一座面闊7間、上下2層的大院落。而這個院落呢特別有意思啊，它的西邊和東邊各有7間房，是背靠背的各7間。這裡呢就是它的12位姨太太住的地方了，和樂堂。而就在這個院落的地下呢，就是他們家的藏寶洞了。可以看到這裡有一條樓梯下去啊，下面呢是有7.6平方。那麼這裡面呢就是放着胡雪岩的黃金了，當然呢還包括其他重要的東西。這裡有一張胡雪岩的畫像，是不是跟那位演曹操的陳建斌啊很像呢？下次要拍胡雪岩的電影，直接找他拍就行了。看完了和樂堂之後呢，我們就到傳說中的金絲楠木大廳來看看。楠木廳呢也叫做載福堂，大家看看這些木頭，大家覺得這是金絲楠木嗎？我覺得很難講啊，因為這裡原本的老宅呢，在1918年啊就發生過一次大的火災，除了假山池沼之外呢，幾乎全部都燒毀了。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，包括前面的教廳，還有那些磚雕門樓啊，以及這棟建築，都是在最近的20年之內慢慢恢復起來的。大家覺得這棟新修的房子還會再用到金絲楠木嗎？這座大門的上方啊是寫着松茂2個字，松茂呢是代表子孫繁盛，這裡當然是子孫住的地方了。又是一字排開7開間上下2層的房子，也是14間房。胡雪岩呢是有13個老婆，孩子自然少不了，他總共呢是有3個兒子5個女兒。胡雪岩的子孫呢是住在2樓，而1樓呢是他接待賓客的地方。在子孫樓的旁邊呢是一間佛堂，這是胡雪岩專門為母親修建的。他的母親因為他的緣故啊，還被皇上賜予一品夫人的稱號。因為母親很信佛嘛，所以專門打造了這個佛堂。從佛堂這個側門出來之後呢，這一邊呢就是傭人居住的院落了。總共呢是有6間房，住着6個傭人，而且每一個傭人啊都是負責去服務好一位姨太太。來看一下這傭人房啊，是比較小，但是呢都配有這種洗腳盆啊，而且呢竟然有這種電話機，是用英文直接翻譯的，稱之為德律風 telephone。 在傭人的房間裡面安裝電話，也就是為了方便隨叫隨到。現在就從東花園的門呢出來了，東花園的門呢是方形的，而對面呢還有一座圓形的大門，這個呢叫支園。一座方門一座圓門啊，代表天圓地方。之所以叫支園呢，是因為胡雪岩的父親呢是叫做胡之田，為了紀念他父親呢，所以取名叫支園。支園的主體建築啊是叫做岩壁堂，它整體呢是用雞翅木做的，雞翅木呢是屬於硬木當中啊比較好的了。這裡1樓啊是胡雪岩接待貴賓的地方，他的臥室呢是在2樓。據說在2樓啊曾經有一張寶床，鑲嵌了翡翠、玉石、珠寶等8種寶貝，所以稱作8寶床。
這個位置就是胡雪岩他們家的戲台了。有錢的古人啊，他們想聽戲，就是把戲班請到家裡來，就像現在啊，把明星請到家裡來給你唱卡拉 OK 是一樣的意思。這裡對面還有一座御風樓，這個御風樓呢，就是胡雪岩他們家最佳的觀景台了，往左往右兩邊都能看，分別能夠看到西湖跟钱塘江的風景。胡雪岩臥室的後方啊，還是一個獨立的小院。在這個院子裡面呢，還有一座非常特別的小房子，大家看一看，非常小啊。剛剛有聽到導遊說呢，這座房子啊，就是用來關那些不聽話的小孩子用的。那這一棟獨立的小樓啊，就是胡雪岩用來談生意的地方。繼續往前面走啊，就是出口了。那好，這裡呢就是胡雪岩舊居，我們下一條視頻再見。